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您亲自点赞赞助播出的节目《亚当球鞋》，欢迎大家。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篮球鞋市场上，200到400这一个价位段的竞争是真的激烈。无论你在场上打什么位置，对于篮球鞋有什么要求，你都能在这个价位段找到自己心仪的球鞋。而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就是这双定位第2代。DVD2， 如果以后它也能降到这一个价位段，我相信它一定能够在这一场激烈的竞争当中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外观方面 ，DVD2 相比上一代确实圆润了不少，没有上一代看上去那么犀利。不过整体的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中底外侧的 TPU 以及内侧的 NX 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包围，在内部放置了一块全掌的 CQT， 鞋面依旧使用了跟定位第1代类似的尼龙材质，硬度依旧非常高。在重量方面表现还算不错，单支42码385克，而且重量的分布比较均衡，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十分轻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在脚型适配方面，鞋楦的宽度适中，但是由于鞋面的材料几乎不具备任何的延展性，所以它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窄的兄弟去进行选择。脚型偏宽或者是高脚背的兄弟，这双鞋你就不要考虑了。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合适的鞋楦以及内部填充，再加上球鞋中段这2条动态绑带，很好的保证了这一双鞋在包裹方面的表现。拉紧鞋带之后，双脚与鞋面的贴合度非常高。不过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中段这2条动态绑带，你可不要拉得太用力了，不然可能会出现血液不流通的情况。系鞋带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手底下的力道，好吧？穿上鞋，拉紧鞋带之后，球鞋的整体包裹非常出色，不管是静态包裹还是动态锁定都没有问题。什么掉跟啊、脚在鞋内位移啊、顶脚趾啊之类的各种在包裹方面的问题，在这一双鞋身上都不存在。再加上它高强度的鞋面，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在做动作的时候心里面非常踏实，非常安心。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鞋面强度过高，它依旧存在着跟上一代一样的在鞋面方面的问题，就是弯折点卡脚的问题。好在在这一代身上，弯折点卡脚的这一个问题啊，比上一代会稍微好那么一点，只出现在球鞋的内侧弯折点处，外侧不会有什么硌小脚趾的这种情况，对于实战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比较在意这一点的兄弟可以放心。而它高密度的鞋面，再加上它较厚的鞋舌，还给这一双鞋带来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透气性。如果夏天要穿它出去打球，闷脚应该还是在所难免的。当然我相信啊，这一代应该还会在夏天推出一个 SE 版本，那到时候把鞋面材料一改，把舒适度和透气性这2方面的问题都给解决了，舒舒服服，对吧？而这一双鞋的中底确实是它身上非常大的一个亮点，虽然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公式化中底，但是这一双鞋的调教确实做得非常到位。抽上脚的时候，前掌的重心会略微有一些偏高，会有一点点前高后低的感觉，但是在磨合个差不多2场球左右的时间，把它的鞋垫踩塌了一点之后，前掌的重心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前高后低的问题也会逐渐消失。到了这个时候，这双鞋的中底才算是展现出了它正式的一个形态。中底的调教偏向于韧弹，在发力突破时，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不会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感觉。而且在拥有出色反应性的同时，它还拥有着不错的脚感以及较高的缓震极限。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算是一个场地感、反应性以及缓震这3者兼具的一个鞋款。对于体重较大的外线球员来说，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韧弹的中底加上它外部这一块贯穿前后掌的 TPU， 不管是在跑动还是在突破的过程中，它都能提供给我们比较明显的推进感，感觉真的非常棒。我都一度怀疑它是不是在中底放了一块前插的 TPU， 后来去看了拆解视频之后才发现，好像并没有。但是这一双鞋的中底所能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推进感真的非常明显，一点也不逊色于那种带有前插 TPU 的篮球鞋，这一点真的确实非常不错。韧弹的中底加上合适的龙虎落差，再加上中底的高强度 TPU 以及外包材料所形成的外部框架，这一系列的配置很好的保证了球鞋在中底的过渡。除了在超临界开窗位置处到前面全包位置处的这一个临界点会稍微顿一下之外，整体的过渡非常丝滑，在实战的过程中完全感觉不到中底有任何的迟滞感。而且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穿这一双鞋都可以得到比较不错的跑动感受。
真的非常棒。而中足部位的 TPU 加上外部的 TPU 框架，很好的保证了这一双鞋的支撑抗扭，再加上它出色的鞋面强度，不管你多大体重，不管你打多高强度的比赛，选择这一双鞋，它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在大体方面，它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抓地力是它的一大亮点，在干净的场地上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而且大底的橡胶对于灰尘的敏感度也不高，即使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抓地的可靠程度非常不错。不过耐磨确实是差了点意思，整体的纹路较细较浅，虽然橡胶的硬度还行，但是要用来打外场确实会有一些力不从心，我还是更加推荐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好吧？在稳定性与灵活度方面，这一双鞋的表现也没什么问题。虽然后跟的超临界材料在外侧做出了一定的开窗，但是这一次的丁威第2代在后跟处的开窗高度做的比较低，在做一些后跟制动或者是交叉步动作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后跟存在什么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而宽大的弧形外底以及前后掌明显的外扩设计，也保证了这一双鞋在稳定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去提升了它的灵活度，在实战的过程中也确实不会感觉到脚底下有任何不稳的感觉，并且朝各个方向的灵活度也都没有问题，不会有明显的阻滞感。这双 DV第2代是我这2年里面穿过所有361度的篮球鞋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鞋款，甚至没有之一。它所带给我的实战体验会比之前我测试过的那一双大3 Future 更为出色。如果你的打法跟我比较相近，都是比较依赖爆发突破的球员，那这一双鞋绝对是同价位中最好的选择之一。相较于在同价位段销量最好的闪击石 DVD 2有着更好的整体强度以及更为出色的滚动感表现。如果你能够接受它鞋面存在着那么一点点卡脚的问题，那选择这一双鞋你一定不会失望。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